们、先生们，晚上好，我是本次航班的飞行员程潇，感谢大家乘坐本次猫头鹰号航班。本次目的地潞州机场预计有强阵雨，地面温度22°C。欢迎大家穿越大半个地球，从瑞士来到中国，古老的东方大地正在迎接各位。小程，行了，你不累啊？小姐，这趟一出来就是10天，我都要累吐血了，你不累？再让我飞10天也行。调速280度。280度，标定。证实。出颠簸区。客舱请完成下降准备。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是机长广播。我们的航班预计在30分钟后降落在潞州国际机场，潞州当地时间19点50分，预计落地时间20点20分。潞州机场天气为小雨，温度20°C， 68华氏度。下降过程中预计会有轻到中度的颠簸，请您尽快回到座位上坐好，并系好安全带，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your captain speaking. Our flight expected to land at Luzhou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 30 minutes. Now it is 7:50 p.m. Beijing time, and we will be landing at 8:20 p.m. At Luzhou Airport, it's light raining now. The ground temperature is 20 degrees Celsius and 68 degrees Fahrenheit. During our descent, we may experience light to moderate turbulence. So please remain seated and fasten your seatbelt. Thank you.姐夫，下周您就要和徐总去参加咱们航司的颁奖大会了，今儿飞出去得好好休息休息。哎，知道吗？咱们公司今年很有可能会拿航空安全的最高大奖。南天，你任飞行部副部长不到1年，就把队伍带得这么好，了不起啊！那当然，这顾部长是我的偶像。姜部长落地再聊吧。可算要落地了。不能落。气象雷达显示，潞州机场目前有强阵雨，安全起见，现在还不能落。TAF 显示，今晚8点30分，台风会在明州登陆，我们这儿也会受影响。没那么严重吧？按风向判断，强降雨云团正在向逃道方向移动，目前风速40节，云团每分钟大约移动1200米。我们落的时候有可能会赶上大雨。哎呀，这都飞了12个小时了，这要是不能赶在台风登陆之前落地的话，那就麻烦了，还得去备降。潞州826，跑道预报中到小雨，地面风东八动速13米每秒，可以落地。可以落地。机长，要不咱们还是落了吧？速飞。金翼20，金翼20，正上升。收轮。塔台，潞州806终止进近，加入复飞程序。可以加入复飞程序，上升高度900米，在6点上空进行标准等待。气象雷达显示，这块云团移动较快，我们稍微等待一会儿，抓住天气的空隙时间落地就行，不会耽误太久。立成啊，看见没？要想做左座啊，不仅在飞行上要极度严谨，还要有相当的责任心才行。学着点啊。是，姐夫，姐夫说的对。
机场周边有降雨云团，台风马上就要来了。你飞机的伙伴要困在天上了。运气不至于这么差吧？哎，老蔡，快看！啊，云团在动，落吗？落。泸州838，刚进天管制报告，前期因为有天气原因复飞的，你们还要继续行进，在泸州落地吗？雷达显示天气正向东南向移动，我们决定继续行进。泸州838，收到，泸州838，下高度6000米，下高度6000米。泸州838600019拐，证实。 600019拐调定19拐6000证实，高度存改变，油门回收 ，MCP 速度。女士们、先生们，飞机马上就要降落了，预计在30分钟后到达。今天有缘和大家结伴，希望我们后会有期。什么降落？下滑道截获，证实。复飞高度900米，3000英尺调定。证实。放轮。泸州826，风向东5左12米，跑道35左，可以落地。跑道35左可以落地，泸州826。慢走，再见。泸州826，受台风影响，泸州机场将于10分钟后关闭。收到，泸州826。哎呀，这算是能回家了，不然还得去备降。哟，有这么大胆，现在还敢落？这不是咱们陆航的飞机吗？货运部的。我们赶在了机场关闭前最后1分钟降落。膜拜啊，小姐！回头你把刚才的落地操作详细给我讲一讲。收学费。应该祝贺你，潇潇，飞够了2700小时，都够放机长的要求了。老蔡，这些年谢谢你。谢我干什么？都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呀。你等着，下次我带着4道杠见您。太羡慕你了，4道杠。羡慕什么呀？你不也快了？哎，算了，什么算了？大家太累了，明天开会的时候再说吧。下机换衣服。好嘞，好嘞。哎，我要去看看后面的那些小伙伴们。哎，注意你态度啊，别惹他们发脾气。伙伴们，欢迎来到中国 ，Welcome to China。来，我们拍照。亲爱的程潇宝贝，生日快乐哟！恭喜你又年轻1岁，哈哈！本来昨天过0点就要给你送祝福的，结果不小心睡着了。祝福送完喽，刚刚帮你喂过鹦鹉了啊！临时被领导叫走加班，没办法陪你过生日了。Sorry 嘛，下次一定给你补上好不好？啊，对了，小的已经把生日礼物给您备好了，回家记得拆哟，咱俩的关系就不用谢了，呵呵。喂，
我刚微信给你推了2个名片，你这周末回来相亲。我周末有航班。航班又是航班，我说了多少次了啊，让你辞职，你非要做什么飞行员？我不辞职。陈潇，我来和潇潇说啊，潇潇啊，你忙你的啊，没空的话呢，周末不用回来啊。哎，你妈交给我。737吹的跟个树叶似的，好在我的操作简直稳得不行啊，都可以载入我的个人史册了。顾部长，你叫什么？程潇，货运部的。我有必要提醒你，刚才不应该落地。啊？当时的侧风是15米，已经是公司手册规定的极限侧风，而且刚下过雨，如果发生划水，飞机很容易冲偏出跑道。当时的侧风没有超过公司手册的规定，而且在那种极限侧风下，我能控制住飞机的姿态和坡度。落地的时候，我又及时修正了偏流角，摆正方向，落得稳稳当当。我不认为我的操作有问题。这次能够安全降落是你的运气，但运气不会一直眷顾你。作为飞行员，我们必须要以最严格的标准来要求自己。顾部长，我想问您2个问题：我们是否应该严格遵守公司手册的规定？应该。那我是否违反了公司手册的规定？现在应该不太好打车，我要回公司，可以捎你一段。没事儿，顾部长您忙，我已经打到车了。哎，等一下！顾部长，您能不能把我捎到市里？我有点急事儿。网约车司机也很辛苦，乘客要讲诚信。哎，哎，喂，你什么人呐？哎，您好，您车坏了，需要帮忙吗？就是检查一下，谢谢。没坏就好，没坏就好。那个，现在台风天嘛，不太好打到车，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捎到市里啊？您开个价。
你是陆航的，小问题，没事。太好了，我本来就只是想在停车场碰碰运气，没想到还真让我撞上大运了。你先上车吧，我帮你装行李。啊，不用不用，箱子不重的，我可以，谢谢谢谢。走吧。8182辆还在回程的途中，我已经协调好了南京的后勤保障工作，那里有我的基地，工作起来比较方便，可以作为备降机场。天气嘛，不受台风影响。你再和南京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多协调2个停机位数。好，潞州的8158和8826呢，也在江苏境内，务必保障他们也可以备降。顾部长，836拐从沈阳经停潞州飞往汕头，已经上完客人2个小时了。那机长一直催着公司让取消航班，要不我们抓紧取消吧？不行，可是我们机场都关了呀。有更好的方案。尽快替836拐申请直飞汕头的航线，机上部分飞潞州的旅客立即协调，把他们改签到明天最早的航班。行，那这样的话大家应该都没意见。8834航班今天肯定回不来了。我记得机库里有架刚完成维护的飞机，用它顶上。可以。从国外出差回来？哦，对，美国，你呢？瑞士，我亲手飞的。你是陆航的飞行员？很快就会成为机长了。厉害呀！据我所知，陆航现在还没有女机长呢。你知道的挺多呀，飞友吗？啊，自我介绍一下，我跟你是同事，机务部的倪战。倪总啊，久闻大名啊！初次见面，陆航货运部程潇。哎，你好。好巧哦。陈机长讲的一切是去什么地方呀？中原路的乌鸦。台风来了还去跑吧？我们经常飞长航线，这飞来飞去的得去放松放松，不然我这什么腰椎、颈椎就报废了。瞬间心情雷暴转晴啊，太舒服了！谢谢你啊。谢谢倪总，快进去吧。再见。拜拜拜拜。哎，来一杯自由古巴。好的，今天也是可乐加冰。你不要揭穿我，你就让我假装喝点酒嗨一下嘛。你到底是做什么的呀？每次看你深更半夜一人出没，还从不喝酒。神秘职业。谢谢。无酒精版自由古巴。神秘姐姐，你订的
蛋糕，下午送到的。30岁之前，我要顺利晋升到机长，飞满400万公里，走遍60个国家，拥有一个自己的小窝，遇到一个……算了，人不能太贪心。祝自己生日快乐！潇潇啊，你妈我已经安抚好了，放心吧。生日快乐，照顾好自己。刚才不应该落地，当时的侧风是15米，按照公司手册的规定已经是极限侧风，而且刚下过雨，如果发生划水，飞机很容易冲偏出跑道。哎，老蔡，哎，你先别睡嘛，我跟你探讨一个技术问题。怎么了？有什么问题明天再说吧。别呀，你不跟我聊，我这睡不着觉了，我就。哎，你觉得我今天的降落好不好？好啊。我不都夸你了吗？你那个落地技术含量很高啊！我在左后监控的时候都没帮你修正啊，是全凭你自己落下来的。所以我的判断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怎么了？谁说什么不好了？没谁。那你快睡吧，早点休息啊！打扰啦，拜拜。我回来了，落地了，落地了，落地了！哎呀，天哪里？哇，咦！程机长飞行辛苦啦，生日快乐！一个高科技泡脚桶送给你，促进血液循环，保障睡眠，美容养颜。我是不是很贴心啊？快夸我！谢谢你的礼物，嘿嘿，这可是职场养生绝配呀！Polly， 这几天没有见我，想不想我呀？过来，过来，过来！起飞啦！起飞啦！起什么飞呀？你想累死我呀？我回来了。欢迎回家。除尘仪启动，
灯光正在打开，室内温度23度，湿度50%，很舒服哟。请开门。给我定6小时后的闹钟。好的，我会在今天早上7点08分提醒你。晚安，睡个好觉哦。谢了啊！瘦了。哎，好，又是忙碌的一天。顾部长好。走。你头发怎么回事？我忘记理了。马上去理发。可是马上到点要飞了，我回来再去理。这样不能执行任务，算你迟到一次。今天的航班任务取消，停飞1周，回去做检查。是。我现在就去理发。等等，飞哪儿啊？飞重庆。去吧。机管部，我是顾南亭。潞州8461的张明仪容不符合飞行要求，我已经解除了他今天的航班任务，尽快通知备份人员就位。徽章呢？刚才也吓死我了，我以为我也要被停飞了呢。顾部长在工作上一直都这样子。听说前几天有个小飞因为刚落地就把安全肩带松开了，被他停飞了1个月。他对自己更狠，没听说吗？
他不管每天飞多久，回家都要跑8公里，学习2个小时。8公里？不好意思，我想纠正一下，我并没有每天回家都跑8公里，学习2个小时。不好意思啊，南天哥，我刚刚说的有点夸张了。我们好久没排在一起飞了，你最近还好吗？谢谢顾部长。好帅啊！他结婚了吗？当然没有了。这么优秀的男人，要是结了婚，要让姑娘们梦碎一地啊！姐，钥匙还有买卖合同都在这里了，房本呢要等到下周银行走完按揭流程以后才能给到您。好的，好的。那你先忙，我先走了。好，谢谢。孙老师，哎，我这儿有一个初步的装修方案，您看看。哦，我看看。陈小姐啊，您这是要大动干戈了。哎呀，我好不容易花光了自己所有的身家，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窝，我一定要装修成我喜欢的样子。但是有个问题，你想过没有？这样一来，预算就上去了。没关系，我快升机长了。哎呦，那提前恭喜您了。谢谢谢谢。好了。刚才我说到了咱们机队的规划、联盟合作和成本控制的问题。所有我今天所说的，你们各个部门都要尽快的传达下去，好吧？接下来呢，我想说一件咱们今天，蔡总，哎呦，接下来呢，我想说一件我们今天会议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由于公司要进行战略性的调整，经过董事会的决定，将正式撤销货运飞行部。当然了，这个事情我们已经开过好几轮会了。实际上，从3个月之前，咱们就已经不再接新的货运单子了。蔡总，您那边现在还有积压的货运单吗？没有，最后一趟我亲自飞的。您可真是劳苦功高啊！那货运飞行部的飞行员，您都提前打过招呼了吧？哎呦，没有。这可是3个月之前就定下来的，再怎么也得让货运部的飞行员们能有个心理准备啊。这要是以后闹起来，我们货运部总共就那么几个飞行员，都是年轻人，干劲儿足，别伤了人家的热情。你看，这几个月还卯足了劲钻研业务，对咱们公司、对他们个人都是好事。是是。蔡总，您为公司付出了那么多，哎，我在想呢，等货运飞行部撤销以后，我想委屈您去客运飞行部那边做个副部。我是希望你能够把您的经验传授给像蓝田这样的晚辈，给他们指指路，带带他们，好不好？哎呦，岁月不饶人呢。当然，如果说你有其他的想法，今天正好我也在这儿，你就说出来，凡事好商量嘛。我说这岁月不饶人呢，不是说这精神头啊，关键是思维观念，它跟不上啊。
这2年南亭干得不错，咱们公司也确实需要这样有为的年轻人挑大梁，啊？啊，当然，还有江总来把关嘛。徐总，您也收到我那个退休报告了吧？我收到了。啊，哎呀，老东西走了，剩下这些小猴子们，总不能树倒猢狲散吧？你可真会开玩笑。老蔡，我来了。哦，拿你最爱的那款。嚯，谢谢。新的排班计划怎么还没出来啊？老蔡，你跟 AOC 那边说说，不然该扣他们工资了。你快帮我看看我的资料齐了没？下午我就去申请机场考核了。你急什么呀？程潇有件事儿，我一直没跟你说。什么事儿？因为公司战略调整了，要精简业务，咱们货运部撤了。撤了？这件事儿上头研究有一段时间了，都怪我。我觉着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说，所以刚刚接到的正式通知。那咱们怎么办啊？你们转到客运部。我为什么要转到客运部？你小点声，别大呼小叫的。说撤就撤，说转就转呀，也不问问我们想不想去。哎呦，你这是臭豆腐变成香饽饽了，别得了便宜还卖乖嘛。我从入行以来，我开的就是货运，可能别人嫌弃我们运猪运牛，但我就是喜欢这里。客运部有什么好的？客运部有什么好的？客运部单身小哥多，本来女飞就少啊，你要过去非抢疯了不可呀。老蔡，你有没有点正形啊？唉，那您呢？您跟我们一起过去？我想退下来了。别呀，您身子骨多好呀，您再干10年都可以。飞来飞去这么多年了，不着家呀，借这机会退下来，多陪陪家里的。我从入职以来我就跟着您，这都7年了。我之前一直没好意思说。什么？您一直就是我的目标。我是你的目标？我就是一个被别人吹捧的司机罢了。您可是5星机长，安全飞行了一辈子，零差错。陆航有几个能做到像您这样的？小常，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你这么多年跟着我们一帮糙老爷们儿飞长航线，忙里忙外吃了不少苦。行医啊，私底下也都跟我说了，说每月一到生理期你肚子疼得厉害，一直跟他们拿止疼药。你一个女孩子这么多年，真是不容易。没有不容易，我喜欢干这个，不委屈。以后路还长着呢，到了客运部啊，好好干啊！别这样，哎呦，飞客运那比飞货运滋润多了。好了，就这样，你等着。
我打点饭，今天啊我请客。哎，哪能让您跑腿儿？我去。不行，最后一次去食堂，一定我自己去，你等着。哎，你好。老蔡，怎么了？到了客运部，我一定会努力的，不给你丢脸。好，那咱们就说定了。等你成了机长，请我吃饭。必须的。徐总啊，关于货运部的飞行员转到我们客运部的事儿，我们还是想跟您好好沟通一下。哦，有什么问题吗？这个货运部这个老蔡啊，我承认，他的确技术不错，可这个人大大咧咧的。他手底下的这群飞行员一个个都跟他学，这么一群人现在到我们客运部来，我担心会影响我们客运部的形象。南天啊，我想听听你的看法。客运部正在申请新的航线，飞行员肯定不够用。货运部那边的飞行员也都是陆航华新里培养出来的，技术上足够成熟。我认为还是应该给他们一个机会。当然，其他方面必须严格把关。我赞同南亭的看法。那行，那我们严格把关。可即便如此，货运部那个女的，咱就别要了吧。咱们可以推荐给有行的货运部。为什么？未婚未育啊。姜部长，这个话题就此打住，这是要出危险的。这不关起门来说嘛。你再说了，女飞的能力，那确实差点意思。飞行能力跟性别没有关系，只跟个人有关。那利用率呢？女飞的利用率低，这总是共识吧？根据全行的数据统计，其他公司招的女飞，不管是在飞行时长、安全记录还是正常率上，并没有低于男性飞行员。姜部长，我记得好像你们的飞行部应该有5年的时间没招过女飞行员了吧？去年我就客运部关于招收女飞一事做了一份可行性报告，但一直没有得到推进的许可。这件事情，我早就想和姜部长探讨一下了。无论男飞女飞，都是飞行员，我们应该一视同仁。那这件事情还是按原计划来，计划不变，就是在面试的时候你们要严格把关，好吧？好。程姐，你好。小姐，小姐。凡哥。哎，小姐，又来看飞机来了？是啊，我来看看我的小七。这周整修完啊，这架737就要移交给那边了。这么快啊？小七，哎呀，小七，我们第一次一起是去了阿拉斯加，接着是里约、阿姆斯特丹。我们一起运过化工原料、豪华游艇。虽然你老了，操作手感也没有以前好，性能也弱爆了。但我还是有点舍不得你。
可以，辛苦了，其他没问题。那我先走。陈潇。 自信、放松、专业，程潇 ，Go Go Go！ 顾部长，那天的操作，事后我想过了，我完全符合公司手册的规定，而且以我的技术，足以支撑我完成操作。 我也想过，你的确没有违规，但除非是万不得已的情况，否则飞行员不应该进行极限操作。我会修订出新的安全手册，你的行为将会被杜绝。出来了，怎么样？都问什么了？没啥，就随便问问，走个流程。哎，我刚才看到大魔王也在里边。谁？我听客运部的人说，他是飞行员高升的噩梦。大魔王这个名字太适合他了。顾部长的飞行技术，那是没话说，在咱们陆行也算是数一数二的了。难怪他看谁都不顺眼。 数一数二，等姐去了还真不一定。那是，我们程大机长在货运部那绝对是一姐的存在。一会儿看姐怎么治他。下面2位，程潇、宋宋，加油，加油！咱们等着看看啊。各位领导好，各位领导好。坐吧。顾部长，这是我的履历，请过目。有什么问题您随便问。 程潇是吧？不用那么严肃，咱们只是随意聊聊。坐吧。顾部长，人家刚才都点你名了，你来问吧。你为什么会选择飞行员作为职业？因为自由。 飞行可以摆脱地心引力，在地球表面无拘无束，坐拥全世界风景最美的办公室，追着太阳跑，和群星作伴。当然啦，还有一点重要的现实原因：收入高。飞行员可以让我获得经济自由，可以让我遵从内心，更自在的生活。所以，你就是用这种态度来飞的。飞行工作是规章纪律。 是要付出自由的代价去完成你的职责，知道这份工作的严肃性吗？我2013年入职，已经飞了3500个小时，飞行经历时间2700个小时，没有任何差错记录，所有考评全优通过。除此之外，我还有航空英语5级证书和国际航班上英语通讯资格。这就是我对严肃工作的回答。就你最近一次的表现来说，在极限风速中降落，不管落地有多稳，都应该进行讲评。
那天那么恶劣的天气情况，我凭我过硬的技术让飞机安全落地，有什么问题吗？难道非得改行备降，让公司损失几十万？飞行安全不是用金钱去衡量的。我再说一遍，我的落地操作没有任何问题，更没有违反现有的飞行安全手册。既然已经进了客运部，那就等面试以后，再对那天的落地操作做进一步的沟通，怎么样？关于程潇是否进入客运部，我认为还有待商榷。顾部长，货运部的飞行员安排到客运部，这是公司的安排。那个，各位领导，我们刚从货运部转过来，平时的工作状态可能与客运部有点差别，我们一定会多多学习，尽快适应。飞行员就是飞机的灵魂，我们的工作关乎到旅客的安危和公司的财产，一刻都不容麻痹。这点我也赞同。不过上个月我从北海道度假回来，坐的是咱们 XD884航班，机长广播我只在下降途中听到过一次。请问顾部长，这是不是有点太不严谨了？林一成，顾部长，巡航过程中的机长广播怎么回事？我是那天的副驾驶，机长广播是张机长授权让我做的。那个是江部长的小舅子。的确是漏报了一次，那天我身体不太舒服，还感冒了。感冒去飞行可能会导致耳膜穿孔，那天你应该请假才对。是。我觉得程潇同志提的意见非常好。林一成，以后你的工作在细节上一定要提出更高的要求。好，下不为例啊。好。程潇，你刚才指出的问题没有错。林一成，你回去好好学习运行手册，跟张机长一起写检查。好的，顾部长。所以顾部长，请您不要戴着有色眼镜看我，也不要怀疑我的业务能力。能力是技术和态度的总和，没有严肃谦逊的态度，再好的技术，也不能保证100%的飞行安全。以你目前对这份职业的认知，就算公司安排你进入客运部，你也必须从观察员开始，重新上岗。观察员？各位领导，这是不是有点太不公平了？顾部长的结论，大家有异议吗？按小陈的资历，已经有升机长的资格。如果突然降成观察员，好像有点不合适。要不然，让他再飞一个看看。这样吧，明天安排你们俩再飞一次。你不是觉得顾部长这样安排很不公平吗？那你就好好飞，把你的真实水平展示出来，证明给他看看，然后再决定是否保住你第一副驾驶的位置。有这个信心吧？今天是考我，你倒捡便宜了，成了主驾驶。主驾驶不是我，我被换下来了。换成谁了？顾部长亲自带飞，小姐你可得小心点，千万别出什么岔子。能出什么岔子？副驾驶本来就是辅助机长的。郭南亭又是最好的飞行员，以他的水平，我的能力，这种考核我闭眼都能过。
潞州飞上海虹桥，飞行时间1小时30分钟，使用锦翼5起飞，V1速度135。航路全程好天气。等一下，把你的首饰摘下来。我戴着首饰也不会影响我操作，而且公司也没有规定说不能戴。我的规定，请你摘下来。你自己没口袋？潞州8513，跑道34左，准备起飞。开始稳定。调定起飞推力。起飞推力调定，80海里。检查。排前轮。正上升。后轮。CMD VR 加到15以上。警翼1。警翼1，绿灯。警翼0。警翼0，灯灭。增压正常。起飞后检查单。发动机引气开，空调组件自动，起落架收上关断，襟翼收上灯灭。起飞后检查单完成。今天天气真好。鸟群。左发失效。机长突发急性脑梗，失能，由副驾驶接替机长工作。什么？你潘，潞州8513，左发失效，申请应急返场。收到，潘，潞州8513，右转航向113，跑道34左，口落。右转航向113，跑道34左，潞州8513。接通自动驾驶。闻到味道了吗？啊？什么味道啊？你认真点儿，这鸟群不是被卷进发动机了吗？烧焦味儿没闻到啊？晚上请你吃烧烤啊！右侧发动机也停了，自动驾驶也断开了，两个发动机全部失效，飞机彻底失去动力了。观察员把机长拖出来，你坐左驾驶位置。啊？执行。准备重启，右发。升
失败。泸州8513报告飞行意图，你可以选择任意跑道落地。飞机现在飞不到机场了，准备场外迫降。现在必须让飞机变成滑翔机，机头放低点。泸州8513，请明确你到底准备在哪儿降落？现在距离我洞4洞方位20公里的草地上。草地？你确定吗？在你9点钟方位有条400米宽的东浦河，那儿会比草地更适合。不能去东浦河，现在地面风暴8米每秒，河面上风速会更高，风向也不稳，容易导致飞机侧翻。草地上降落更安全。机长广播。我马上。客舱注意，现在是机长广播，飞机故障，现在迫降，请客舱做好防冲撞准备。警音1，警音1，绿灯。警音5，警音5，绿灯。警音15，警音15，绿灯。放轮吗？不放轮。警音30。现在准备迫降，放轮。500英尺，做好防冲撞准备。注意地形，拉起来。300英尺。50英尺，防冲撞开始。40. Hold up. 30. 20. 10.客舱机组各就各位。撤离检查单。撤离检查单。好了，就到这儿吧。宋宋，我们创造了奇迹。奖评是集合。谢谢啊。不客气。南丁哥，辛苦了，喝口水。我不喝饮料，谢谢。你对你自己今天的表现觉得怎么样？在机长失能、双发失效的极端情况下，能让飞机安全着地，并且基本未损，我对我的操作非常满意。你什么意思？按照程序，发动机损坏是不可能重启成功的。让宋宋把昏迷的机长拖出来，浪费时间；不断重启发动机，浪费时间。按程序，让他协助你监控飞机的各项参数，更能提高迫降的成功率。程序不是死的，程序是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是鲜血浇筑的。全美航空的萨伦伯格机长也是遭遇了双发失效，迫降成功的。萨伦伯格机长当时就没有按照程序执行，第一反应是让副驾驶去启动 APU。萨伦伯格机长对飞行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所以才有能力冒险调整了程序的顺序。作为普通飞行员，严格遵守程序才是安全的最大保障。我绝对遵守程序，也敬畏规章，但是规章和程序不是死的，是在不断变化和改进的。你如果真的重视规章，发动机停发的时候就不会电锯烧烤。必须要像飞行一样训练，像训练一样飞行，这是原则。我认同你说的，任何飞行操作都要认真，我也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但是心理上也是需要放松的呀。你要是一直紧绷着，反而容易出现失误。就在你放松的时候，你身边还有一位需要急救的同事。急性脑梗是有最佳抢救期的。可是那又不是真的，这是模拟。就凭你这句话，我现在100%确定，你必须从头训练。你好，好。哎呀，这件事儿啊，我和顾部长再研究一下。10分钟以后，你到我办公室里来一下。别生气了，小姐。你都把我弄糊涂了。我本来对这些女飞是有些顾虑，你非要争取说再给个机会，怎么现在又是这个态度？我争取机会是对整个女飞。不应有性别的差异对待。说说你现在对那个程潇有什么看法呀？今天本来是他作为副驾驶的考核，他看见机长是我，一开始从心态上就轻率了。我设置双发失效是想挫一下他的锐气，没想到他能平稳落地，的确很优秀。但是他在考核中的飞行态度，还达不到一名客运飞行员的标准。你看，我早就说嘛，货运部来的这批飞行员，那早就养成那种习惯了，很难改的。尤其那个程潇，他要是真来了，那麻烦肯定少不了。昨天面试结束以后，我从各部门详细了解了货运部的飞行员。程潇在工作上能吃苦，爱钻研，优点很突出，所以。我收回程潇不适合客运部的表态，让他正常参加787机型的改装训练。去澳洲啊？那要在澳洲那儿待2个月的，那万一到了最后还是不行，那岂不浪费了公司的资源？任何一个可能的人才，都值得公司为此付出资源。全进。江部长，让顾部长跟你说吧。程潇，从今天开始，你准备改装训练787，训练结束以后，按照成绩决定你的岗位职务。你还要考我一轮？你这什么态度啊？这是公司的规章制度，不是个人的刁难。这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以后呢，就让顾部长做你们这批飞行员的专职教员。江部长，那教员能不能换个人啊？为什么呀？顾部长看着年轻，可他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只是辛苦难听了啊。把这批飞行员交到你的手里头，我才放心呢。好。对不起，我还有点事儿。你忙。我等下一步。
会再给你机会抓到把柄了。咱们训练场上见。你说过的每一句话都要做到。我不但会做到，还会比你做得更好。哟，这谁呀？回来了。这等多久啊？再过30分钟不出现就走。这能让惜时如金的顾部长等过30分钟也值了。你来这儿干嘛？这不刚去西雅图学习半个月吗？向领导们汇报一下情况。波音总部有收获，收获大了，还下了787的总长车型。最近飞787感觉发动机的自动推力变化偏快，在无边俯仰稳定性方面有些低。这次我正好能解决你的问题，我会几乎整理下资料，明天发你邮箱。你得空了打球啊！嗨，下周要去澳洲2个月。哎呀，在哪儿约一下啊？太难了。再约。再约。夏至，怎么了？家钥匙又丢了？哎呀，这回啊，可不是丢钥匙的事儿喽。没钱交房租了？说吧，这次打算借多少呀？哎呀，小姐，这次不是借钱，是借宿。哎呀，小姐，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我哪次没救你啊？住呗，但说不定也住不了多久了。啊？你要搬家了？暂时保密，但是住到你发工资应该没有问题。好礼，饿了吧？其实吧，你应该失业了。你又失业了？哎呀，你说我毕业2年，干了7份工作，怎么就没遇到个真爱呢？哎呀，你才毕业2年，迷茫一点也正常。那你为什么就立志当飞行员呢？可能是觉得做飞行员没有束缚，自由自在吧。弄谁呢？这么俗套的理由你也说出来？就你这成大机长的脾气，谁能束缚了你啊？你说过的每一句话都要做到。我今天看招聘网的时候，发现你们公司在社招哎。是，最近公司部门大洗牌，我都被洗缩水了。你说我去应聘怎么样？你想学飞？哎呦，我才没那么傻呢。哎呦，我的意思是说，当初看你学飞的时候都被虐成啥样了，我才不去呢。那你是？其实呢，
人家是想知道空姐了。空姐啊，免费玩转全世界，疯狂打卡世界各种美食。行了，夏至大爷，你别再霍霍空姐了。什么呢你啊？人家到底有没有戏吗？我要说没戏，你信吗？哎呀，行，你想去就去试试呗。那实在不行，我养你啊。哎呀，好了，我要去发简历了。南亭哥，以后我们就跟着您混了，还请您多多关照。马屁拍太早了，人还在外边打电话，听不到。我这不是提前演练的呀。这收藏的比我的还多啊！明天安排了去澳洲的陆航基地，开始787的改装训练。明天？明天？这么快啊？改装的具体规定已经发到你们的邮箱，必须全部背下来。大家回去好好准备吧。谢谢部长。南亭哥，以后还请您多多关照。把自己的简历再确认一下，整理好自己的仪容仪表，旁边有碎发的都再收一下。一会儿进去之后千万不要紧张。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查到了。收到了。小心点儿。哎。香柚45度，
微笑，露齿笑，向右45度，向右转，向后转。李宇恒，你是硕士毕业，这么高的学历，为什么想要来当乘务员呢？我喜欢坐飞机，每次看到空姐就心生敬慕。空姐的微笑能使旅途中辛劳的旅客感受到温暖，所以我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空乘，把温暖传递出去。那作为乘务员，如果有旅客跟你搭讪，邀请你落地之后跟他一起去旅行，你怎么回答？感谢您的好意。落地之后，我们有统一的工作日程安排，可能不太方便。您看您是否还需要其他服务，或者需要茶水饮料吗？好，谢谢。下一位，夏至。我叫夏至，就是那个节气。不过朋友们都说我更像惊蛰。开个玩笑，有点冷哈。你觉得你有什么优势吗？我能吃苦，而且性格开朗，我朋友超级多，我微信联系人都满了，和人沟通那就是我的强项。我这么接地气，更能和旅客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那作为乘务员，如果有旅客跟你搭讪要你的联系方式，你怎么回答？我长得这么安全，这种事情保证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我可以腾出更多的精力去服务旅客，保障飞行的安全。好，谢谢。最后就剩这个夏至了，可他怎么看都不像一个乘务员应该有的样子啊。但他身上有一种亲和力，语言和表情也很有感染力，我相信我们的乘客能够感受得到。而且近2年我们空乘部的辞职率非常高，核心原因还是抗压能力不足。我们面试那么多人，这个夏至是最不紧张的。你再结合他以往的履历来看，我认为我们可以相信他的抗压能力。下面我宣布录取名单：李宇恒、王艳、互相要朋友，互相朋友。彭鹤、互相要朋友，互相压是谁啊？陆玲。我大学同前，从不服气，他是逢考必过。刘青、互相要朋友。王威、张雪儿、戴香怡、夏至。耶！空乘部有3个月的培训期，由艾经理带你们。在此期间，如果没有通过考核，那么很遗憾，你们还是会被再次筛掉。今天就到这儿。我想要写这个东西。李宇恒，你的初试分数呢是我们本组里面最高的，但有一件事情我需要提醒你，我们的面试规定里面写了你们需要盘发，而且发尾不能过10，这一点你没有做到。对不起，老师，我早上来的时候挤地铁，不小心把头绳给弄断了。乘务员呢是一份很需要展现综合能力的职业，将来在客舱内会有很多的突发状况，你一定要学会随机应变。嗯，我懂了，谢谢老师。不用叫我老师，叫我哀家就行。夏至，你呢，首先呢要改变你的说话方式，
另外就是回去以后好好练练你的站姿，还有你需要减肥了。啊，加油吧。没事儿，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坐地铁来上班。好，那我先走了，以后拜拜拜拜。终于追上你了，以后我们加个微信呗。好啊。哎，你微信不是满了吗？啊，微信上限不是5000个吗？我才4800多个，还能加你。顾部长好。顾部长好。我在澳洲那边部里有什么状况，及时跟我通报，不用考虑时差问题。你等我一下啊。啊。南亭哥。宇航。今天飞哪儿了？经常在。我应该还行。你过来为什么不提前跟我打个招呼啊？我想给你一个惊喜嘛。毕业前半年一直在准备功课，没想到这次面试真的过了。那是你努力应得的回报。好久没见到你了，这2年你也没带阿姨回苏州看看，我妈可想你们了。阿姨还好吗？挺好的。对了，我前几天回家收拾东西，无意中翻到了以前的照片，你看。这是我回老家看外婆那次。以后又可以经常见到你了。秦阿姨她还好吗？挺好的，就是闲不住，还在搞她的设计研究。等我这边落定了，找时间去看看阿姨。你刚来这边也没什么朋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告诉我。谢谢南亭哥。不用那么客气。你怎么过来了？你这个头发……我不跟你说过我今天考空姐呢。怎么样？环游世界、打卡全球美食的愿望能实现不？必须的呀！我这条咸鱼从此之后就要翻身了。过了啊？可以啊你，蒙蔽了陆航的眼睛。怎么说话呢？恭喜恭喜！不过你也先别替我高兴，我这后面还有培训，还是有可能被淘汰的。哎呦，不愧是好姐们儿啊，这状况都一样。你怎么了？我要去澳洲封闭培训2个月。怎么去这么久啊？不知道。被人一脚踹到了金字塔底，回来指不定成什么样。谁呀？谁欺负你啊？你跟我说，我替你收拾他。不用，我自己收拾。回头给你们介绍介绍啊。我不喜欢这样的。总盼望相见于明天，想逃离琐碎纠结的原点。Like shining star, just cross this over。倔强的飞向风与我相见。明天早上7点，在这里准时集合，发车去机场学习787的绕机检查。希望各位都能够认真对待。 Gu Nanting! Oh, it's great to see you. I missed you. Hi, Kyan.
You know, I've been back here twice. I haven't seen you. I guess it's my lucky day, huh? You ready to compete again? I'm here to work. You? Yes, me too. Me too. 你看，蓝天哥和关系就是广。哼，你八成是考不过。为什么？眼盲耳背。Still as strong as ever, huh? Same to you. All right. Well, I'll see you around. See you. 这他妈这是挑事儿吧？别看。无论曾经你们取得什么样的成绩，换了技术，一切就要从头开始。任何懒散怠慢的心态，必须迅速调整到位。作为教员，我会对你们的训练成果负责。我希望各位在未来都能成为最成熟、最让人信任、最有担当的飞行员。今天我们先学习787的绕机检查。小姐，澳洲的紫外线这么强，这个 SPF 50的，赶紧涂上。不用，我过来，你抹。等下，宋总。你们干什么呢？报告教员，我们在抹防晒霜。飞行员队伍是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团队，谁允许你们开小差的？你们的纪律性呢？我们是飞行员，不是军人，不需要严苛的纪律性。抹防晒霜是为了保护自己，保护自己就是保护飞机安全，保护乘客。从现在起，程潇、宋宋作为临时教员，其余学员抹防晒霜。防晒霜。执行。宋总，作为教员，你有何感想？是有点不太合适。程潇，你呢？拖拖拉拉，嘻嘻哈哈，一盘散沙。我们的确不是军人，也没有任何人阻止你们使用防护产品，但这些都应该是你们课前解决的事情。你认为只是抹一点防晒霜，不需要小题大做，那其他人呢？如果人人都在课堂上这样做，怎么保持严肃认真的学习态度？怎么掌握细致入微的本领？南方的夏天，机坪地表可以达到50多度，东北的冬天有零下30多度。任何条件下，飞行员都要保持一个稳定的心态和状态。你们做得到吗？我可以，而且我已经做了7年了。不光是我，在场的每一位都是合格的飞行员。成绩归零，从头开始。刚说的，转眼就忘了吗？这堂课，程潇、宋宋原地反省，其他人继续学习。还撑得住吗？还能撑得住。小姐，都怪我
连累你了。说什么呢？其实，南亭哥说的也有点道理。别再提南亭哥，南亭哥，他在我心里就是灭霸。你是被他绕进去了。他说的那些大道理，是没什么毛病。但咱们不是小学生，标准答案只有一个。咱们是机长，是要解一道复杂的大题，要灵活多变，在众多解法中找到那个最优解。今天这事儿，你说，要是老蔡，他会怎么对咱俩？该上课上课，回去私下狠狠骂咱们。这才是最优解。像灭霸这种人，机械刻板，一看就是受了填鸭式教育的毒。绕机检查的要点，你记住了多少？离得太远了，都没听全。回头咱俩凑一凑，能补多少是多少吧，功课不能落下。站直。你都说了，我们又不是军人，干嘛一定要站这么直啊？这就是传说中的挨打要立正。累死了！以为当了飞行员是飞着飞哪玩，没想到这么累。是啊，无语了都，还不都怪那个大魔王？哎，大魔王来了！顾教好。不知道顾部长中了什么邪，这么往死里操练咱们，这哪是训练飞行员啊，这是给咱送奥运会。小姐，你好点了吧？哎，你疯了吗？这要是让南亭哥看到，你就歇菜了。不是，咱们又不飞，喝点小酒怎么？昨天少辉在食堂点了个啤酒回击，咋了？被训草了。啊？咋了？对。哎，我听说他这个人啊。还有一些私人规章，跟他一起飞呀，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麻烦死了。行了行了，都忍忍吧，赶紧收起来。You see, these Chinese trainers wouldn't dare do any drinking. That's because they're still minors. 又是他们俩。哎，坐，坐下，别跟他们一般见识。你这会儿不怕挨灭霸的训啊？再说你这身板，你确定上去不是挨揍的？我们这么多人呢，可不大，可不是。对啊。哎呀，好了，来，尝尝我手冲的咖啡。谢谢肖姐。肖姐，最近怎么这么佛系啊？哎呀，被灭霸磨的呀，现在都已经心如止水了。啊，前几天的体能测试，3公里跑了13分钟，旋踢1分钟才30圈，各项结果你都在合格的边缘。其他人呢？你垫底。成绩正常，他们都是男生，
以后不要耗神在这些无关的事情上。你说的无关都是我的一部分，是我的生活，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无趣，没有生活。要生活就不要选择这个职业。飞行员需要的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而不是只有驾驶舱那几平。提醒你一下，按照公司规定，本期10名学员9人可以保留原岗位，还有1位末位淘汰，要降级聘人。干什么？你们继续。找你有事。边读书边听音乐，怎么培养专注力啊？顾教员说的有道理。这么大声怎么说话？飞机上声音更大。我这是在培养自己的情景意识。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上回帮你保管的首饰，不用还我了，反正以后也不能戴。把被子叠好。我这被子不好好的吗？豆腐块儿，有必要吗？这不是你们货机，飞客机要注意公众形象。这是我自己的卧室，这不是飞机，你是不是管太多了？你看清楚，我只做一遍。我。你干什么？删了。删了。我不想重复啊。怎么着？侵犯我隐私吗？你还知道个人隐私啊？删了。顾教员，你这就是彻头彻尾的形式主义啊！我实在是不明白，这个叠个被子跟我开飞机有什么关系？在空中任何一个细节，都有可能会成为触发危险的导火索。只有将严谨2个字贯彻进生活的方方面面，才能更好地保证飞行工作。你每天活得这么严谨，这么不自由，你有意思吗？真正的自由，是用自律换取的。顾教员，我准备就寝，请问现在可以打开被子吗？批准。站姿挺直均衡，舒展大方，精力充沛，眼神要平视前方，眼神放轻松，面带微笑。我们一个微不足道的笑容，很有可能会给乘客带去1天的好心情。夏至，你这样会吓到旅客的。你看看宇恒，笑容要真诚，要发自内心。你自己好好练练吧。平常说话呢，要习惯说1个字，请。
当你们跟乘客说请的时候，就是将尊贵感留给了对方，让对方呢能体会到被尊重，再以谢谢收尾，既能传递善意，又能拉近和对方的距离。请您收起小桌板，谢谢。请您出示登机牌，谢谢。请您系好安全带，谢谢。请您调直座椅靠背，谢谢。你的语气太生硬，声音也太洪亮，再来一次。请您打开遮光板，谢谢。你知道飞机上的机械噪音有多大吗？你这样的声音，乘客听得到吗？走也不会，站也不会，坐也不会，连讲话也不行，笑都笑得这么丑。啊，我这次发现我就是个废人。慢慢来嘛。哎，你们笑的都比我好看，为什么呀？我每天在家里面咬着筷子练习啊。你可以多放松一下你的脸部肌肉，像我这样把嘴巴其实就是放松你的面部肌肉，发啊呜一的音。啊呜一，对，做10次就能放松你的脸部肌肉了。啊呜一。重大消息！你们知道那2个傻老外为啥总找咱们茬吗？为啥？他们都是凯恩的学员。凯恩你们还记得吗？就是咱们来的第1天跟南丁格握手的那个。哦。几年前啊，他跟南丁格在模拟机上比了一次，直接被完爆了，当众浇3桶冷水，脸都丢到姥姥家了。原来我们是替灭霸背了锅呀！我就说第1天见面就不对，这里头肯定有事儿。不行，这锅咱不能背。你什么意思啊？得去你们那顾部长那吹吹风，让他跟这个凯恩再斗一把。哎，这样不光咱有热闹看，那顾部长也没有精力再去折腾咱。有道理。以我对灭霸的判断，没戏。哎，咱们可以迂回啊，去拱凯恩的活，怎么样？好像是个办法，但谁去呢？谁去？要不，我去。小姐，要不然你……哎呀，就你最合适。那越是弱的人呢，去拱火才越气人。你品，你细品。Touring Club Obstacle Club， 如果出现警告级禁地警告，自动驾驶脱开，自动油门脱开，果断使用最大推力，起始姿态20度，正时减速板收上。哟 ，Polly， 啊，我整天在家练习，连他都会了。Polly 是个机长，你别把他给练成空少了。哎呦，我看把你困的，怎么样啊？最近练的？别提了，我还以为做空姐有多轻松，光训练我就惨绝人寰了。我每天做100遍同样的动作，说100遍同样的话，我快成复读机了，我都。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放弃？那不能够，等着瞧呗。好，那我就等着跟你一起飞了啊。Touring Club Obstacle Club， 如果出现警告级禁地警告，自动驾驶脱开，自动油门脱开。今天所讲到的操作要点，大家回去之后要认真复习，目标是达到无误操作。 I thought we were friends here. But it looks like somebody wants to play dirty.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Oh, it's nothing. We're all entitled to say what we think. But this is about my professional honor. You were lucky to steal the victory last time. Now I gotta prove myself to the class. Your capability has won the respect and the recognition of our industry. You don't have anything to prove.
They're questioning my ability because of the rumors you've been spreading. So it looks like it's going to be a face-off. You and me. What rumors did I spread? Be more specific. 比就比 ，Who scare who？ 顾部长，表面颜色看看。顾部长，表面颜色看看。就比。OK， 快点，别这么。 What's it gonna be? I've already told you, I'm here to work. 我就说吧。走了。顾部长，不用你出马，我帮你比，我替你比。我去比。全体操场集合，假脸10公里跑，现在，马上。 还有多少圈？还有5圈，坚持住，小姐。哎，不过你是怎么知道今天这事儿肯定成不了了？你们都高看他了，以为他是中国队长，他就是个窝里横。我宣布，从此取消他灭霸的称号。还是叫顾部长吧，保险。不，叫顾从新。顾从新？怂。 你怎么来了？安全维护大会，把住宿直接定这儿了。本来不是我的差事，我抢过来的。军事航展，还是你了解我。哎，吃饭没有？找了个中餐馆，给你打包了一份烧煨饭。谢了。哎，这次改中的学员里面有个女飞叫程潇，你认识啊？印象深刻呀。在里头呢。这阶段的训练已经达标，但他坚持要把剩下的时长练完。这么拼？这几天每天体训4小时，模拟机4小时，剩下的时间都在教室里。嚯，我还以为是个爱玩的疯丫头呢。是有点疯，可惜他不适合这一行。你不看好他？ She's still practicing inside. I gotta grab some food. She's all yours. OK. 的确如此啊。那你先忙。好。你要休息了。我还有很多鸡翅可以用。自律不是一味的苦练，要劳逸结合。做少了你要说，做多了你也要说。你给我设置一个高难度吧，比如控速不可靠、惯导失效。今天到此为止。那我自己来。没有教员，你不能在模拟机里训练。 既然你那么要强，就去练固定模拟器去，多久都行。行。
我带的吧？长江里居然有这么好吃的烧味饭，我怎么没发现呢？别留下垃圾。先生，您要的橙汁。女士，请问您要喝点什么？红茶。好的。女士，请问需要喝点什么？啊不，给我橙汁吧。好的。算了，我还是想要红茶。啊不，还是橙汁吧。女士，请问您是什么星座的呀？这么纠结啊？女士，您看，您要是在红茶和橙汁之间这么难选的话，要不给您来杯红酒吧，酒可比饮料贵多了，多赚。是谁让你帮乘客做决定的？女士，您的橙汁，还有一杯红茶，请您稍等。红茶给我一下。哦，女士，建议您先喝红茶，间隔半小时之后再喝橙汁，不然一冷一热容易伤胃。谢谢。不客气。小姐，上回背来的鲜炖银耳，给你润润喉，补补气色。说，其实是大家撺掇我过来给你提个意见。提意见？提什么意见？你最近练得太狠了，大家点灯熬油，好不容易才赶上，结果你又申请加练。就连大鹏那种5大3粗的都被熬服了。谁让你们跟我一起熬啊？那你架不住南泥哥那边现在全是承销标准啊。我可谢谢他了。他现在就是把我当成一个工具人，随时看我不顺眼就找我的麻烦，我哪敢出纰漏啊？那你们不一样啊，正常训练肯定能通过。南泥哥也没你说那么毒吧？那是你没有看见他单独跟我在一起的样子。你们俩单独在一起了？你听重点。我问你，从货运部的转到客运部，按理说只要通过改装训练考核，职位都不能降吧？这是一定的。顾从新怎么对我的？我都够资格考机长了，他非要把我从副驾驶降到观察员。模拟机测试我打了他的脸，他还不甘心，还给我来一个末位淘汰，最后一名降级聘任。你说他是针对谁？确实有一点针对你。所以说这人阴啊，明明是个心机 boy， 还立一副钢铁直男的人设，属于潜伏极深、极难对付的那种。你说这外国人跟咱们是一个物种吗？这水这么凉。这里只有冷水和加冰的冷水。Excuse me. I want warm water. Sorry, we don't serve warm water here. Thank you. Warm water? We're taking a shower. Killing it, man. Loser. 哎，这忍，顾从新的锅咱不背啊。我憋屈啊！哎呀，训练结束了，谁认识谁呀？忍着。Hey, can you guys even understand all the English in the control room? Or when they're giving all the instructions over the loudspeaker? No, they don't even understand what you are talking about. Just check it. Power. I don't speak English. I hear that Chinese girls, they don't really have a mind. Really? Yeah. What are you even doing here? Have you seen the instructor? Man, what can you learn from him? How to be weak and soft? Ridiculous. Ain't about being weak and soft, bro. It's about incapability. They're just pretending to be tough like their teacher.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are you doing? You must make a formal apology for your remarks. Apologize now. You guys first. Why should we? You started it. You started when you came here. 我们忍你们很久了。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We're in Australia. Speak English. 你说中文啊！你说中文啊！ Knock it off. We are pilots.
Let's deal with it like true professionals. What do you mean? Flight simulator test. If I do better than you, you say sorry to all the Chinese trainees in the same way your teacher did. Flight simulator test. Sounds funny, but you better to think what happens if you will lose, because you probably will. I'll apologize in the same way and double the punishment. Sounds easy for us. Double. Yes. Deal. All right. I got it, man. 小姐，你告诉我们忍，你怎么还先上了？我也一直在忍，人是有底线的。知道当初为什么招你进来吗？你的身高体重都卡着红线，行为举止又不太端庄，我是说服了客舱部的梁总才录用了你，因为我在你的身上看到了亲和力和应变能力。我本以为这是可以拉近你和乘客关系的优秀品质，但是现在我很担心，我觉得很有可能会适得其反。是我没做好。艾经理，以后的日子我一定会勤学苦练，我保证。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compete against that female trainee from Go's team? Yes, sir. And I'm confident I can beat her. It's not about looking down on them, but sir, Eric just simply has more than 200 hours on the 787 simulator. And I guess this Chinese girl has never seen one of those simulators. It's gonna be so much fun. It's gonna be easy. Yeah, it'd be really good too to see her with a bucket of ice on her head. Yeah, can't wait to see his face. 风切变改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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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舒服啊！所以你看啊，咱不光是只有工作、读书、跑步，像咱俩现在这样，浪费时间散散步，多好！这生活里面啊，乐趣多着呢。安全完成每次航班，就是我的乐趣。还没放下呢。是吗？你知道我在说什么？那么拼命的女飞，我看你对她态度，我就知道，你心里还压着。我是在履行我的本职工作，跟其他事无关。南婷，你有没有想过，生活
不是只有一种模式，飞行员也不是只有你这一种模式。好久没有和你聊天了，最近工作忙，你站营吗？我们都很好。R 下降，脱开自动驾驶，脱开自动油门。RA 下降，脱开自。脱开自动驾驶，脱开自动油门。 下一组，你和程潇配合，完成空速不可靠指示的模拟项目。好。Where's your Wonder Woman？ 什么意思啊？不知道啊。我打电话催的小姐。 没人接啊！我看到肖姐3更半夜还发了条朋友圈呢，在 pub 刷夜，就在教室刷夜。程潇，
Has she been up all night? Yes. Well, she had this on her belly. She must have been on her period. I gave her a glucose transfusion and we'll wait for her to wake up. She's overworked and overtired. Thanks. We'll take good care of her. 我昨天就发现了，没有重视。这也不能怪你，这题目对你来说超纲了。我是教员，我不能有任何借口。女飞有自己的独特性。这女飞确实不太容易，尤其陈潇，也太拼了。但是作为一名合格的客运飞行员，要懂得自律。其实我也理解你，罚吧说不过去，要是不了了之呢，他以后还会这么干。怎么样？遇到这么刚的女飞，没招了吧？轻率莽撞，缺乏自律，这都是根本上的缺失。关键是他认识不到这些。你快去忙吧，我现在有时间可以在这儿盯着。我的学员我得负责。外面有更多的学员等着你负责呢。行吧，有什么问题随时告诉我。小事儿。对了，今天你可有点不太对头啊。怎么？我已经很多年没见你慌成这样。事情失控了，我不太习惯。谢了。宋宋，我昨天是一不小心就晚了一点，就可能就晕着了。谢谢你把我送来的医务室，还给我备了3明治。哎，你帮我跟顾南婷请个病假。啊，你醒了。在这找一杯红糖姜茶可真不容易啊！来，小心烫。你不认识我了？专车司机。倪总，谢谢谢谢。小樱烫，你怎么在这儿啊？你在教室晕倒了。你发现的我？是你们顾部长。怎么？是不好意思当训练标兵，还是怕回头挨批啊？顾部长什么态度？本来想要留下来照顾你的，被我劝走了。我怎么这么不信呢？倪总，你也是来航校带培训的吗？这是你们顾部长的领地，我哪敢插手啊？我是来开会，顺便看一个航展。是不是丝绒航空展？对啊。听说最先进的战机都会来，而且参加表演的飞行员那可都是万里挑一。本来今天下午就要去看呢。哎呀，那你可不可以掩护我一下？我也想去看。这是你吃的消吗？你好好休息休息。哎，只要让我看一眼，那我就是最好的休息了。哎呀，求你了，我跟你讲，我好期待这个航展，我期待很久了，拜托。哎，不行不行不行，我要是带你去啊，这南宁得掐死我。
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我刚刚操作失误了2次，这顾部长都没批我。我也是。我觉得呀，应该是顾部长看中我的潜力。行了，你们俩够了啊！李总，你看你人又帅，心地一定也很善良，你就帮帮我呗，求你了。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可在戒糖，你这糖衣炮弹没有用。哎呀，你可是我，说曹操，曹操就到。你千万别帮我，你就说我要留官，拜托拜托。喂，程潇怎么样？啊，人刚醒。我要留官。就是还比较虚弱。医生说要留观一下。晚上吧，晚点儿我帮你把他送回去。麻烦你了。不麻烦，回头请我吃饭就行。李总，大好人。南亭这边可是欠了我一顿饭啊。没问题，大餐，而且我的大餐肯定比他大。你先把姜汤喝了。南亭哥，肖姐她病假。您知道？那她没事吧？小病。南亭哥，其实你也是刚接触肖姐，肖姐她特别刻苦认真，技术上在我们货运部也是最好的飞行员。她以前也经常通宵训练吗？当然，要论训练刻苦，肖姐无人能敌，飞行比她的性命还重要。Sorry。你下去啊。谢谢顾教员把我送到了医务室。身体好些没？好多了。哎呦，今天下楼买了点水果，这苹果都涨价了。苹果涨价了吗？给我的。谢谢顾教员的关心。好好休息。今天我们训练的核心是安全意识。很多人对我们乘务员的工作都有误解，认为我们只是空中服务员。但事实上，我们的第一本职是客舱专家。乘务员的第一要务就是保证航班的飞行安全和乘客的人身安全。所以接下来90%的时间，我们都会用于安全技能的培训。今天我们训练的是客舱着火的应急处置。第一组准备。
火警信号，立即支援。我来灭火。有人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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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灭火器快要用完了，谁来支援我？我来支援你。报告乘务长，火势已得到控制。下一组准备。发生紧急情况时，每一位乘务员要自己先穿好救生衣，再去帮助乘客。在客舱内，千万不要给救生衣充气。有人知道为什么吗？夏至，是因为飞机在发生紧急情况时，有可能会在水面迫降。如果飞机破损，客舱进水，救生衣充气的旅客有可能会顶在这个舱顶上，但是安全出口却在舱底，所以有可能会导致乘客无法撤离。很好。还在想怎么对症下药呢？啊？有点方向了。那我就拭目以待了啊！给你留的礼物。苏57，航展限售，国内可没有啊。哎，编队表演你排了吗？千叮咛万嘱咐，我当然排了呀。给你看看，勇士雨燕都去了，还玩了密集编队、双狙对冲，还有普加乔夫眼镜蛇，总之玩了个遍。唉，可惜出不去啊，这近在咫尺都不能去看现场。回头都发给你。还有个手工涂装的 Spitfire， 这价格标的太肉疼了，没舍得买。怎么能不买呢？多少钱我出就是了。看这什么？本来真没打算买，要不是有人提醒。还真买到你心坎里了。哎，多少钱收拾我转给你。没了。这是航展上的袋子。对啊，你要一会儿拿着。有件事我想和你谈谈。什么事？你想劝退我？不代表公司，只是我个人的建议。这过分了啊！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原因和建议里面写的很详细。你看我不顺眼，你尽可以用你的办法、你的手段，不就是观察员吗？我就算再做10年观察员，我也只有当逃兵。你并没有认清你自己，你不适合做一名客运飞行员。你凭什么这么说？合格的客运飞行员不会通宵训练累垮身体，也不会还没有恢复就违规离校。飞行上你的确优秀也刻苦，但你缺乏的东西不是靠刻苦就能补上的。热爱飞行完全可以换一种方式，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些飞友俱乐部，他们非常欢迎技术过硬的退役飞行员去任教。退役飞行员？我还没有正式服役呢，你就让我退役？顾南亭，你不要太自以为是，我程潇的人生你左右不了。我希望你能够冷静地思考一下。我不需要，我也不接受你的建议。今天我们进行的是水上迫降逃生训练，2个人一组，其中1个人扮演乘客，去准备吧。第1组准备。你怎么了，李宇航？艾经理，我不会游泳。没事的，有救生衣。宇航，你之前一直表现的都很好，这次也没问题的，相信自己，加油！没事吧？夏夏，你的头发。
第一次想要夸你应变灵活、有团队精神，你就给我放这么个大招。对不起，艾经理，我错了。夏至，你到底为什么来做空乘？有的人来做空乘是把这当成敲门砖，等他们找到有钱老公就改行；有的人是因为他有真正的蓝天梦，但是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很平凡的工作。每天和不同的旅客结缘，把旅客安全送达，这就是我的成就感。你知道我每天那么累，我最大的回报是什么吗？就是每当乘客给我一个真诚的笑容，对我说一声谢谢，这样我觉得付出多少都是值得的。空乘从来就不是一份美差事，苦、累、压力大不说，很有可能会造成职业病。所以，如果你只是一时兴起，那么我奉劝，早退出，早止损。我承认，我一开始面试的时候只是想试试，没有把这份工作当真。但是经过这半个月的培训，我才明白，这份工作真的不简单。不瞒您说，我以前做过很多工作，也放弃过很多次。但是如果这次再放弃的话，我怕我以后再也不相信我自己了。如果你培训考核能通过，差不多要2个多月就要上航班。你的头发，还有时间可以留长。顾教员，我考虑过了，我有我的坚持，也不怕你打击报复。我的个人建议，并不影响对你的正常考评。公司尽心培养的每一个飞行员都希望留住，但前提是合格。我会证明我是合格的，但是要一名公正的见证人。不需要。你自己就是最好的见证人，希望你能对自己公正。总盼望相见，盲目、冲动。飞行员的大忌，自律、自控，飞行员的基石。对飞行要有敬畏之心，严格遵守规章制度是最可靠的保障。也要带着笑脸，我抬头望向繁忙的起点，迫不及待开始新的蜕变。时速改出，自动驾驶开。
片，想逃离琐碎纠结的原点，满身泥泞也要带着笑脸，不想被看见脆弱的一面。我抬头望向发光的起点，迫不及待开始新的蜕变。Like shining star, just call this over. 先生，请您打开支招法，请您调整座椅靠背，谢谢。Like shining star, 先生，请问您喝点什么呢？快一点进，快一点进。哦，先生，请问您喝点什么呢？澳洲的训练阶段到此结束，下午放半天假。明天我们要转场到国内，进行787改装的最后一步——本场训练。大家回去以后好好收拾行李，解散。谢谢部长员。哎，小姐，下午时间定好了没有？都联系好了，老外那边也通知了。你们确定顾南星不知道哈？放心，嘴严着呢。加油啊，小姐！加油，小姐！来， Go go。Your performance is excellent in both theory and the simulator. Since you want to know which one of you is better, I've applied for you a half hour in the simulator for you. Of course, I've prepared the same flight conditions for both of you. Best of 3. Who will be the judge? No need for a judge. You could be the witness. The results will be obvious. All right, let's begin. 上加油！加油！加油！冲吧！加油！加油！加油！ I see you got my message. I wasn't sure you'd come. Aren't you afraid that that cancelled the competition? No. You know what it is to be a good pilot. Both calm and passionate. I didn't think you'd take that from them. Let the games begin, brother. And I'm ready to win just as usual. All right, let's do this. Round 1, steep turn. We commence in 15 seconds. Please get ready. Eric first. Autopilot disengage. Fly directly up. Auto throttle disengage. Check. Eric, Ben, the altitude deviation was 50 feet. The speed deviation
说站呗。厉害啊！长晓 ，Now it's your turn。开始了，长晓。断开自动驾驶，脱开自动驾驶，脱开杆，驾驶杆脱开，飞行指引关闭，设置改出航向。30度的感情，20度，10度，可以了，可以了，可以。还是我们挑减六，那个凯恩呐，绝对飞不出来这个数值。长晓 ，altitude deviation was 20 feet. Speed, non-deviation. Well, it seems that you're a real ace pilot. 长晓 won this round. 漂亮！ This is only the beginning. Round 2, ILS approach, Cat 2. Manual control, no flight director. 比盲将，这能见度才400米不到。飞行高度3000，准备降落。断开自动驾驶。小姐，Mark也没说什么时候开始手动操作，肯定是等到建立着陆形态再断啊。万一 Eric 那边现在就断了，那他输了也不会认账。Are you okay? Yeah. I'm okay. It's okay. Just stay focused.下滑到偏高1/4个点。检查修正，继续进近。Landing checklist complete. Landing checklist complete. Disengaging autopilot. Flight director off. Flight director off. Approaching minimum. 100英尺到水段。继续进近。引擎灯正前方。看到引擎灯，继续进近。跑道正前方。落地。Runway inside. Landing. Round 2 has ended. 我怎么感觉这把有点悬啊？Changxiao, 1,500 feet. Glide slope 0.25 dot higher. Eric Ben, 1,500 feet. GS 0.5 dot higher. Changxiao, 700 feet. 0.25 dot left off the course. Eric Ben, on course.
As for the actual aiming point, Eric was closer to the runway's aiming point. So, on the whole, Eric is the winner of this round. Xiao, I've just been told that you flew manually the whole flight. Yes. You disconnected the autopilot before your landing? Didn't you? No, I just don't believe in that. Is that true? 我说呢，肖姐肯定是开了全程手动，所以才耗费了这么多精力。那现在就是1比1了，就看最后一局了。 So you ready for the last round? Yes, it's the match point. Time out. What's wrong? 什么情况？好像是要改设定。 Ready to start? Round 3, manual landing under strong winds with turbulence. 第三轮不是比风切变吗？如果改成大风乱流的话，那复杂情况的可能性就更多了。没事，程潇加油，肖姐加油，肖姐加油！单线扬尘，大风乱流，看来是要比独路跑步好。肖姐，这可是你的强项啊！我们做到最好，其余的交给裁判。 Then we can't afford to lose this one. We gotta win. Attention, crosswind is rising to 20 knots. Check. 航道好，在正中间。检查飞飞航向。下滑道移动。下滑道截获。调幅飞高度4000。 I'll go left of the port. Check. One down. 把雨刷开到最大。速度偏大。正时，正在修正。飞机偏左。正时，正在修正。 On port, 0.25 knots higher than the center of glide slope. Check. We need to fly more carefully, you know. I know. 小姐飞得更稳定了，我们要赢了！听我肖姐的嘱托，这种天气，实飞都是想配合。还没落地，注意力集中。 Attention, crosswind is now 30 knots. Left of the runway. Should we go around? 速度增加，飞机偏左，偏向跑道左边。明白，正在修正。我有必要提醒你，刚才不应该落地。这次能够安全降落是你的运气，但运气不会一直眷顾你。作为飞行员，我们必须要以最严格的标准来要求自己。飞行上你的确优秀又刻苦，但你缺乏的东西，不是靠刻苦就能补上的。复飞。什么？我说复飞。减120。什么情况？小姐这是要复飞吗？这不是明摆着要输吗？为什么？
海帆河比的是着陆，为什么要复飞啊？刚才高度已经低于300英尺，飞机状态不稳定，再继续飞就是不稳定境界。可是我们刚才要最大程度保证乘客安全，不是吗？ Updraft, 20 feet higher than the center of glide path. Copy that. Landing. Eric landed successfully. Cheng Xiao went around. Eric and Ben win. Yes! We just won! I knew it! Oh, that was tough, bro. But we just won. It's usual, man. Yeah. What's up, man? Why didn't you continue to approach? Don't tell me you couldn't. That was my choice. Yeah, my man! See you outside. Here you go. 这么大一桶，这帮老外也太过分了。别说女生了，我都熬不过3桶。小姐，挺住啊！ Girl, this is a double stakes you've been asking for. Pilot, are you ready? Let's go. All right, let the ice bucket punishment begin! Yeah. I want to shoot this. All right, get it ready. 1, 2, 3, here goes the first! Wow, amazing! How did you feel? Oh, that's still. Let's go. She goes the second. Okay. 1 second. Yeah. 1, 2, 3! Whoa! All right. How did you feel? Still there? Go on. 3 is coming.小姐，过来了，小姐，我们替你吧，小姐。愿赌服输，我自己来。Go on. You guys want to switch with her? She's a girl. No. Go on. Yeah, just finish there. Go on.小姐，没事吧，小姐？
Next one, please set maximum sales wind. Thank you. No. She lost the game. But she lost with honor.小姐，你在吗？门没锁，进。你没事吧？能有什么事儿啊？顾南亭不知道吧？啊？他知道了？没有，哪能呢？千万不能让他知道，得瞒住了，不然我麻烦就大了。你把这个喝了，预防感冒的。这什么呀？本地秘方。哎，快喝吧。有这么难喝吗？你吃。为了你好，你干了就好了。如果我喝了这个我好不了，我就拉黑你。南亭哥，杯子已经洗过了。啊，您不让我跟肖姐说，肖姐那边也不想让您知道下午的事儿，我就没说。都喝完了？都喝了。她还说太好喝了。啊，我先回去了。本场训练需要完成30个起落架次，请你们认真对待每一个起落。如果达不到要求，立刻退回模拟机，增加场次。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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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8356，同意起飞。可以起飞。海伦。
梦梦加油，你可以的。可以起飞。安前轮。 谢谢艾经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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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经理，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加油！谢谢艾经理。希望大家在未来能够把和每位旅客的相遇当做一段缘分，以这种心情来呵护每一位旅客的安全，这样大家才能在这份工作中得到快乐。各位，加油！加油！ 最后一个落地，能不能做到最好？不止最好，我要做到完美。那还看我干什么？看仪表，看外面。顾教员，改装训练全部结束，你的证明有结论了吗？作为见证人，你应该对自己有评价。当然有，而且不定。目前为止，我认同你心里的评论。还剩最后2位，宋宋，本场训练通过。好啊，可以，漂亮。程潇，通过。好耶！好耶！同学。 3个小时之后原地集合，宣布公司聘任结果。走了，走，行不行？状态好一点了。淘汰啊！我不是最差的那个吧？可千万别把我淘汰了。你表现得那么好，而且顾南亭对你可比对我好多了。放心吧，我们以后就在787上继续搭档啦。走。 南亭，评估报告和考核结果我都看了，成绩不错。末位淘汰的小手段有效果吧？现在是，其他人选咱们都没有异议了啊，就只有这个程潇了。今天的本场考核，他表现的怎么样啊？很好。他的理论跟模拟机成绩也很出色。他是所有学员当中最努力的，进步也是最明显的。哦，是吗？ 怎么我听到的这个程潇的表现很不尽如人意啊？我给你们发段视频，你们看看啊。Have you seen the instructor? What can you learn from him? How to be weak and soft? It's ridiculous. It's not about being weak and soft, bro. It's about incapability. They're just like their teacher, pretending to be tough. Oh, come on, girl. What are you doing? Hey, try! What I'm doing? 报行的凯恩呐，提出了严正的抗议，说这段视频严重曲解了他学员的本意，
现在这2个学员呢，正在承受网络的声讨。听听他们都说了些什么，这也太不像话，还好意思抗议？是，很不像话。可怎么就不能内部解决呢？那以后他对公司有什么不满，是不是都要往网上发一段视频呢？这么做的确不妥。确定是程潇发的吗？我了解的情况是，这个程潇挑拨凯恩的学员私下进行了一场比赛，比赛的结果是程潇输了，然后网上就出现了这段视频。你说不是他发的，还会是谁？比赛是有，视频我不确定。即便不是他发的，视频你们也看了，这个程潇的情绪管理有问题，是很有问题。我记得当初面试的时候，他是不是还直接顶撞过你啊？但是江部长，在澳洲的时候，我看到了他的进步。进步还不够，起码不够进入咱们陆航的客运部。私自动员陆航的资源进行比赛，好勇斗狠，引起了国际纠纷，这就是咱们陆航需要的飞行员吗？程潇的问题，我记得当初你一再坚持要等到改装训练之后再做处理，你现在是不是该有个结论了？要不，让程潇再磨练磨练，给他定一个最低级别的副驾驶，只有和高级教员配合才能飞行。老谢，咱们飞行部不能心慈手软，这是会有后患的。降级成观察员。哎，兰亭啊，你这也太过了吧！既然要磨练，那就从头开始。严点也好，让他长个教训。江部长，你说呢？那就这么决定吧。那南亭啊，以后这个程潇，可就全权交给你负责了。好，我会严格监督。孙老师，我看了那个设计图了，特别好。我过2天就回潞州了，那就麻烦您先帮我定一下啦，谢谢。说得好。小姐，小姐，快过来看，给小姐看。你们看什么呢？你看这个，那2个老外啊，在网上被骂坏了。还有这个，你看这个说，这谁拍的？上回刚好拍到的啊，怎么样？解析吧。学员内部的事儿发到网上不好吧？那次比赛，你明明输了就冤枉，他们还不依不饶的教你不用学。赵辉也是替你解气。撤了。啊？气也出了，老抓着人家不放，干嘛？行吧。顾部长来了。现在宣布聘任结果。宋宋，10个航段后，升为客运部波音787的副驾驶。哇。周少辉，20个航段后，升为客运部波音787的副驾驶。程潇。必须在高级教员的监管下完成100小时的观察员跟班经历，积累不少于3个月，200小时经理时间30个航段，之后按具体表现，才能再次申请副驾驶的放单检查。凭什么呀？凭什么呀？在场10个人，我理论考试第1，模拟机全优，我连体能我也没落下。是上午的考核我飞得不好吗？一次考核，一个起落，并不能决定你的位置。所以我到底差哪儿了？
回你是连借口都不打算给了吗？你口口声声说的认同呢？你的问题可以单独讨论，不需要占用其他人的时间。我要向公司投诉。小姐，小姐。哎呦，小程回来了。江部长，啊，我要投诉。投诉谁呀？在飞本场的时候，顾部长是拿机长的标准要求我的，我也飞得滴水不漏，可最后还是让我连降2级。他对我绝对有偏见。所以你要投诉他。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自己的原因呢？嗯？网上那段视频是谁发的？网上的视频真的不是我发的，但是是谁发的，我不能说。而且这件事就是对方先挑衅的，我这是属于合理回敬。那个视频您也看过吧？您不觉得？过程我都了解，对方确有言语不当之处。私下那场比赛是你挑起的吧？这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客运飞行员怎么能这样？好斗还输不起？可那不是真的输，是因为当时这个事儿我的确有错，公司可以处罚我，扣我工资，让我写检查，我都认，但是也不至于连降2级吧？顾部长让你连降2级，这个处罚的确很严厉，但是领导的决定你还是要尊重的。我尊重他，谁尊重我呀？有他在，我在陆航就没有一天好日子过。他不就看我不顺眼吗？行，我不干了，我现在我就可以不干了。别冲动啊，回去好好再考虑考虑，不要这么草率的就做决定啊！我相信以你的天赋和努力，还是很快就可以晋升回来的。哦，对了，你以后的日常飞行专属教员还是顾部长。您的无酒精马提尼，请慢用。谢谢。一杯无酒精，顾州你好。辛苦了，谢总。久等。顾机长，师傅，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查了你的排班，学了点新花样，试试。我就这么点业余爱好，你还从来不捧场。我知道你一回来就得找我，咱聊程晓的事儿吧。江涛的态度你也看到了，连我的情面都不卖。幸亏你机灵，主动提出降级录用。现在啊，起码人是跑出来，未必是好事啊。这姑娘脾气挺冲，心里一憋屈，兴许就会直接撂挑子。有可能。要不我找他谈谈。什么？你要辞职啊？有顾南亭这种领导，我在陆航就永无出头之日。嗨，不至于，因为个顾南亭，我还想着你胜利归来，咱俩那不双剑合璧呢。你说说看嘛，你到底怎么得罪他了？
一时半会儿我也说不清楚。但是民航这个圈子吧，说大也不大。你要是换家公司，那个顾南亭会不会暗中坏你的事儿？他绝对干得出来。那你岂不是逃不出他的魔爪了？不行，回头我得提醒田雨禾，她男朋友太可怕了吧？人家的私生活你就别瞎掺和了。你怎么还替他说话呢？不是，一码归一码。算了，别提他了。哎呀，让我看看你，好久没见，都快认不出来喽，是吧？我自己染的。为了庆祝你入职，给你点一顿大餐。来，随便挑。不行，真不行，差点就破功了。我去洗澡去。再好好考虑考虑，毕竟你待了7年呢，你舍得啊？再好好想想啊。程潇，谢部长。巧了，我正要找你呢。南亭哥，您找我啊？来，坐。南亭哥，公司对小姐是不是太严格了？她的考核比我们都好，怎么还降级了呢？我要问你一件事情。上来过吗？飞行员啊，压力大。我以前啊，常常偷偷跑到这儿来抽烟。后来啊，年纪大了，还想多飞几年，也是在这儿决定把烟给戒了。谢部长，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想辞职啊？每家航空公司都花费巨额成本培养飞行员，想辞职可没那么容易，要赔偿公司一大笔钱的。我知道，所以我只能跟江部长好好说说，求公司放我一马喽。老蔡退休的时候来找过我，让我多照看照看你。我也带过不少学员，最优秀的就是顾南亭。有这么好的徒弟，我就经常跑到老蔡那儿吹牛，把他气得干瞪眼。有一天啊，老蔡也挺直了腰杆，在我面前吹牛了，说他发现了一棵好苗子，就是你。我关注你很久了，知道你很多优点。比起您跟老蔡，我还差得远呢。你别谦虚太早，还没说缺点呢，也有一箩筐。我已经在努力改正了。这么说，你也认可犯错挨罚？挨罚没毛病，但是顾南亭对我那就叫不讲道理。他说一套做一套的，我不服。事情未必是你想的那样。小姐是因为视频的事啊，
您弄错了，视频不是他发的。那是谁？我要是能让发视频的人主动站出来澄清，肖姐是不是就不用降级了？两个都要降。挑起比赛是我不对，但视频真的不是我发的。谢部长，是不是发视频的人也要被降级啊？怎么？想把别人的锅也背了？反正都要挨罚，少连累一个呗。你连累的不止一个人。南庭为了保住你，主动申请处分，要承担全部损失。他，明明就是他让我降级的。据我所知，这是南庭在陆航第一个处分，史无前例。我跟你说这些，不是想劝你，是希望你能够了解清楚再下决定。宇恒，放心躺。谢南庭哥。坐吧。几个月不见，你变化挺大。不过上机时间还是有点紧张，也有点担心。担心什么？我听同事说，有些旅客会刁难乘务员。我是新手，没经验。你下周飞哪个航班？排班还没出来，也不知道是哪个机长飞。我去年有一次坐飞机，感觉特别颠，一直就很紧张。现在我做了空乘，千万不能把这种情绪传递给旅客。陆航的飞行员呢，都是经过严格培训的，飞行技术你不用担心。哦，好，那就好。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要相信自己。程潇那边我已经聊过了，至于结果，看他的选择吧。不行，我要找赵薇。忘了。这事儿凭什么让你一个人担着啊？比赛的锅，我逃不掉的。再拖一个人下水，没必要。那南天哥要是再问我怎么办啊？这事你别管了，我来处理。好消息，坏消息，先听哪个？坏消息。大年29有飞行任务，年过普通。好消息。咱们俩飞一班航班。但是机长是南京哥。我先走了啊。我看到排班了，谢谢南庭哥的照顾，我会好好努力的。
请进。有事？顾部长，视频的事情责任全在我，跟别人无关。听谢部长说，你也受到了牵连，你大可以都推到我身上，再给我加个处分。这件事情到此为止。还有事？没了。排班通知收到了吗？收到了。用不了多久，我会重新升上来的。傅师傅，一定要留足5公分啊！好，5公分，好。程大机长，哎呦，你总算回来了。宋老师，那个，我想问一下。第一阶段工程结束以后，可不可以暂停一下？你什么意思？我这边资金出了点问题，我怕后边的工期费用可能……也行吧。快过年了嘛，先放他们回去团聚一下吧。等年后你这边方便了，我再重新召集人呗。那太谢谢您了，宋老师。妈，年30的饺子给你准备好了啊。又是你自己包的吧？对。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在超市里买点冻的就行了，你又不在家，我怎么吃都行。外面买的和我包的能一样吗？谢谢。等我大年初1落地啊，我就回来陪你。什么初1、初2的，我们家没有节假日，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了，这么多年，我一个人在家过年都习惯了。你要忙就忙你的，没时间别勉强啊。妈，你呀，工作上别把自己绷得太紧了，跟你爸似的。妈知道，你当初报考民航，心里有很多遗憾。爸爸是空军飞行员，你从小的梦想就是要和爸爸一样。可偏偏你又是个孝顺孩子，不愿意长时间驻守在外地，把妈妈一个人放在家里。是我拖累了你。妈，我以前是有过不甘心的时候，但我早就不这么想了。和平年代，做一名民航飞行员，和空军飞行员一样有意义。我们是不是好闺蜜啊？你买房子这么大事儿，你不告诉我呀？
本来是想给你个惊喜的，没想到现在只有惊没有喜了。好了，再怎么惨，房子在，总有一天能搬进去。再说了，我有工资呀。哎，你放心，以后有我一顿就有你一顿。不对，我过了春节就要搬家了。你找到房子了？你说巧不巧？宇恒的合租室友正好搬走了，空了间房，我就给定下了。想想之后跟我们家宇恒小仙女一起合住，还能蹭点仙气。你怎么办啊？我没事儿。哎呀，行了，我还不至于惨到被你接济。哎呀，既然决定不辞职了，你就开心一点嘛，你想想看吧，不就是再熬3个月吗？熬过这段时间，咱们又升回副驾驶喽。有道理。再给你说个开心的事儿，我查了排班，咱们俩第1班就在一起飞，而且过年啊还能一起在天上过，捞不捞吗？开不开心？程大机长，欢迎登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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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小瞎子，我要回驾驶舱了啊。得嘞，程大机长，请慢走。爸。哎，潇潇，你还好吧？今年春节什么时候能回来呀？我又回不来了，等过完年吧，我找时间回来。啊，没事儿，过年呢就是个形式啊。等你什么时候不忙了呢，你就回来，我们一家子聚一聚啊。你现在怎么样啊？好。现在青岛已经很冷了，你们那边还好吧？你这样吧，你转告一下委托人啊，她老公的离岸公司呢是不属于中国的管辖范围的啊，所以呢这些资产呢是不能成为夫妻的共有财产的。你在外面啊，好，那先这样啊，再见啊，好。啊，不说了啊，再见啊。陈家是吧？我问你啊，你什么时候回青岛？我最近都没空，没事，我挂了啊。你挂什么挂？我还没把话说完呢。我告诉你啊，你这叫自讨苦吃。当初如果听我的，上了法学院，你现在肯定是名律师了，现在倒好，整天让我们俩为你提心吊胆的。好了，潇潇再见啊。我告诉你啊，就是因为你一直宠着他，你看他现在对我什么态度啊？是我不好，消消气啊。该吃药了。来。呀，房租！哎呀，我的天！房东先生，本来上周就该交这个季度的房租，感谢你的不催之恩。很抱歉，因为我最近遭到了宇宙级的暴击，遇到了魔鬼领导，害得我现在秒变赤贫。所以您这边的房租能不能暂缓支付？年轻人打拼奋斗，总会遇到难处。房租可以缓交，推迟3个月够吗？嚯，正好。
简直是天底下最 nice 的房东了。改天我请客，你想吃什么？好意收到，见面就算了。看你一直用邮件沟通，你是在国外吗？在潞州，但是很抱歉，人与人之间还是保持点距离好。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明白。那不管怎么样，我就把你当哥们儿了啊！早点休息吧。提前祝你春节快乐，晚安。哇，好人呐，好人呐！嘿嘿嘿嘿，是个好人。